这里是世界上隧道和桥梁工程最多、最复杂的地方，2万多条隧道，100多万座桥梁，让所有不可能的天堑变为通途。一两起步，一两起步。驸马长江大桥为三峡库区跨度最大的悬索桥，南塔高166.6米，北塔高210.5米。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第一根主缆锁骨的牵引。待第一根主缆锁骨牵引完成后，在今后的2个月中，我们将进行216根锁骨的牵引及架设。待主缆架设完成后，我们将进行吊索的安装以及钢下梁的铺设。驸马长江特大桥是万历高速的控制性工程，这条线路连通重庆万州和湖北利川，将这片山区搭载到中国高速公路网上。主跨长达1050米的特大悬索桥将一跨过江，避免在水中建设桥墩，最大程度保护了三峡库区的环境。要将重达2万吨、近3个埃菲尔铁塔重量的桥体悬吊在100米高的空中，2根主缆至关重要，因为在桥梁100年的生命周期内，它们是无法被更换的。因此，首根锁骨的架设将关系到全桥的安全。100米高的猫道上，工人们正在安装最后的一个门柱，为锁骨牵引提供支点。这条在高空中人工架设的铁丝木条网道是工人们唯一的施工平台。南岸隧道锚的安室内，工人们则在紧张加工锚固系统。架设好的锁骨将紧紧固定在锚体上，保证大桥的安全。一切准备就绪。从早上开始一直是在下大雨，不过现在庆幸的是呢，大雨已经过了。因为我们这个猫道最陡的地方呢是要达到45度的角，高度是100米，所以猫道上面比较湿滑。现在的话，希望雾赶紧散，好进行这个首根主缆的架设。2台25吨重的卷扬机缓缓启动，拽拉器带着沉重的锚头和锁骨前行，这也引起剧烈的晃动。工人们必须时刻改变卷扬机的速度，让锁骨稳定地落在滑轮上。整个卷扬机调到3档，同时又不会过快，以免崩断牵引绳。江上的大风为这项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随行的工人密切注视着锁骨上红色的标准丝，因为它一旦发生扭转，主缆的承受力将大为降低。通过拽拉器的牵引，锚头匀速穿过2座桥塔，越过1000多米的江面，固定在另一端的锚定上。接下来，工人们将继续牵引215根锁骨，用紧缆机混压成2根主缆，承载起大桥的所有重量。穿过崇山峻岭，高空作业成为万历高速最大的挑战。短短94公里，却有墩柱1407根，最高的桥墩超过40层楼高。在中国西部，高山耸立，峡谷横行，地势险要至极。一直以来，设计师们不得不沿着河畔山脚寻找最适合的线路。盘旋的公路不仅效率低下，也给山体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
180度的急转弯成为司机的噩梦。但现在，中国工程师已有足够的能力将道路拉直。他们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清水河大桥在8个月前刚刚建成通车，如今已是贵州风景最秀丽的悬索桥之一。它横跨1400米的地质断裂带，从桥面到谷底的高差更超过400米。正因如此，它也成为职业极限运动者新的挑战目标。贵州省面积略小于英国，但人口只有3500万。在这里修建公路最大的障碍就是 U 型峡谷。贵州大型桥梁主要跨越 U 型峡谷，U 型峡谷呢深度300-400米，坡度比较陡。我们家不可能建立300-400米的桥墩从底下上起来，所以我们桥位一般找的比较高，就一跨就跨过去。与世隔绝的自然景观吸引着全球的探险者，但在10年前，探险者们只能在险峻简陋的公路上行走。跨越峡谷意味着必须从谷顶盘旋而下，穿过谷底的小桥，再沿着盘旋公路爬升到另一岸的谷顶。别看我们一眼看到对面，从这边看到我住的地方，当然你要把行李送过去，开小车就要4个小时，从开阳绕到汶安，从汶安再绕回来。极端困难的高原地形使得贵州迟迟不能享有像东部沿海那样快捷高效的交通。为什么到现在才建设？主要是当时的一个技术难度、技术水平达不到。如今，中国桥梁技术的快速进步，让西部的高速公路得以发展。它将尝试让贵州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张树鹏这一跳，将让清水河和贵州再次吸引全世界的目光。桥梁在跨越天险上功不可没，它极大缩短了出行的时间成本，推动着社会的巨大变革。这一改变不仅仅在现在的贵州，任老已经85岁，他见证了一座桥梁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位置就是南京的一个轮渡码头。当时没有修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火车过江就是要用这个轮渡码头，3节一趟运到船上去。我这里呢，当年时候拍了几张历史老照片，这张很明显就能看到，对吧？火车在当时，渡过这段不到2公里长的江面，需要花费2个小时的时间。摆渡受风雨的影响极大，经常因为天气而随时停航。长江天险已经严重阻碍这个大国的发展，必须修建跨江桥梁来连通长江南北两岸。1957年，第一座跨越长江的大桥在苏联工程专家的帮助下于武汉建成。之后的1968年，中国人举全国之力，耗费8年时间建成南京长江大桥。从此时起，中国终于摆脱渡江的艰难。2.8亿元的投资和数十万工人8年的努力，这对于60年前贫瘠的中国，已经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超级工程。在此后的50多年时间里，长江上先后修建了162座跨江桥梁，
每年通过大桥的人数超过180亿人次。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南北经济的合作与发展。162座跨江大桥帮助中国形成一个高效的交通网络，也让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典范。现在，长江上第163座大桥正在开工。杨泗港大桥，它建成后将成为世界上跨度最大的双层公路悬索桥。在这条世界第3大河流上修建桥梁，现在要面对的最大困难和60年前一样，都是如何在河床上修建桥墩。经过数千年的冲刷和沉淀，长江下游几乎找不到坚硬的河床基础，于是工程师们采用一种叫钢沉井的技术来修建桥墩。10公里之外的工厂中，一个长77.2米、宽40米、高23米、重达6200吨的钢沉井被制造出来。利用气囊作为工具，钢沉井被滑入江中，然后被4艘拖轮运送到现场，精确定位，下沉到江床之上。钢沉井在现场被不断接高到50米，依靠沉井自身的重量是无法下沉的。18台绞吸机在水下24小时不间断的作业，吸走底部的泥沙，让沉井不断下沉。这样的工作，工人们必须十分小心，稍有不慎，钢沉井就会发生偏移，那将是难以挽回的困局。经过168天的努力，钢沉井即将下沉到位。接下来，一座240米高的桥塔会从这里升起。杨泗港大桥也将以1700米的跨度，成为中国悬索桥新的纪录。从努力建造400米长的跨江桥梁，到可以从容建造跨度超过1650米的跨海大桥，中国只用了18年的时间。如今，1000米级的大桥在中国不下20几座，而每一次跨越的背后，都是中国的工程师在桥梁制造技术上更大的突破。截至目前，中国桥梁数量超过75万座，总长度达到4.26万公里，所有桥梁首尾相连，足可以绕地球赤道1圈。不过，如何让这些桥梁保持正常运转，是工程师们要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南京大胜关大桥，G254次高铁每天正点从这座桥上呼啸而过。王玉胜工程师每次从这里经过，都会习惯性地闭上双眼。我出差到北京，路过大胜关桥的时候，一般从曲线的时候，我就开始把眼睛闭上。列车过大桥的时候呢，桥梁的伸缩装置、钢轨的伸缩装置预留的是上拱度，我要体验一下咱们列车的这种平稳性。时速300公里的列车通过大胜关的时间只有28秒。列车上的610位乘客不会知道，为了这28秒，中国的工程师们已经为此准备了10年。这就是咱们京沪高铁的控制性工程，南京大胜关长江大桥。为什么说是控制性工程呢？因为跨长江这个咽喉工程，它能否按期建成，决定咱们京沪高铁能否按期通车。大胜关大桥是目前世界上通行最快列车的铁路大桥，允许高速列车以每小时300公里的速度全速通过。在同类型桥梁当中，6条铁路线同在一个桥面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是第一种。出色的设计和建造工艺，使得它获得了
包括乔治·理查德森大奖在内的国际国内重要的建设奖项。但即使如此，保证高速列车的顺利通行，也是一群人每天必做的工作。凌晨2点，最后一趟高速列车驶过大胜关。好，下面开始点名。点名。好。顺畅。出关闭。最大的一个。去的。桥梁维护的工作从检查工具开始。因为高速列车通过的桥梁不允许有任何工具遗漏在桥面上，工人们必须仔细清点并如数带回。每天只有凌晨的4个小时是维护的安全窗口。有时甚至更少，他们必须快速判断可能出现的危险，并尽快修复，确保日出之后几百辆高速列车的顺利通过。在这里修建大桥，工程师们遇到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难题。这就是二郎山，雅康高速通过13公里长的隧道，穿过二郎山。接着到了桥位所在地，在大渡河的两岸，由于地质结构的不同，康定岸这一侧以松软的块石土为主，地势平缓；在雅安岸地质上主要是坚硬的花岗岩，地势非常陡峭。两岸地质结构的不同，给大桥一个关键部件的制作带来不小的麻烦。锚定是悬索桥另一个关键的部件，它利用自身的重量牢牢地固定住主索缆。西岸的开阔场地可以很方便地开挖出63万立方米的土方，一个23万吨的重力锚定正在施工中。东岸就没有那么容易，要在坚硬的花岗岩山体里开挖出同样体积的基坑，难度巨大。工程师们必须想其他的办法。一个巨大的隧道正在开挖，它是拉住主索缆的关键。工程师们先在山体里开挖出一个深度159米的隧道，接下来用1000吨钢材在隧道顶端搭建起10层楼高的钢架结构，然后灌注8600立方米的混凝土，让它和山体成为一个整体。隧道锚呈喇叭的形状，就像一根膨胀螺钉一样，镶嵌在山体里面。超级膨胀螺钉的关键是172根钢拉杆的安装，每根钢拉杆都对应主索缆上的一个锁骨，承担全桥的拉力。现在正在安装的这一段，长度12米，是里面最长的一段。隧道锚的锚固系统采用高强度钢拉杆，在使用过程中能够100年不用更换。这样一个非开放的空间里面，垂直高差达到95米，纵向深度有159米，纵向的坡度有38.8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一般的塔吊、吊车等吊装设备都不能进行吊装作业，这也是我们隧道锚铠体施工需要克服的最大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必须放弃传统的吊装方法。工程师们采用索缆吊装的方案，用2个吊点来调整钢拉杆的角度，让它按照设计的方案顺利地放到相应的位置当中。又一根钢拉杆被安装到位，这个巧妙的办法让世界上最长的隧道锚得以顺利进行。距离泸定大渡河桥1200公里之外，云南腾冲，中国高速公路网最末端。158公里宝山到腾冲的高速公路即将开通，它在等待重要的刻。
龙江穿过腾冲最美丽的一条大江，但它也是宝腾高速必须要跨越的一道天险。在很早以前，这里的人们就在想尽办法跨越龙江。这座古老的悬索桥，70年前曾经是这里唯一一座跨江通道。它让东西两岸人们有了密切的交往，甚至成为中国和邻邦缅甸资源交换的重要通道。70年以后，这条江上又修建了新的混凝土桥梁，但跨越这条江仍需要盘山而下，再盘山而上，花费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宝腾高速公路将会改变这一现状。一座跨度达到1096米的悬索桥，让驾车跨越这道峡谷的时间不超过1分钟。长工是这座大桥的总指挥，2公里之外的那座古悬索桥，正是他的祖辈负责修建的。那么今天是龙江台大桥最后活龙的时刻，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辛苦3年多来的期盼的一个时间。无论是巧合还是机缘，桥梁专业毕业的长工自然承担起建造这座桥梁的重任。桥梁合拢代表着整座桥梁成功建设的关键，长工必须检查每一个工程环节，确保万无一失。这个在活动之前的情况呢，这一个的精度就要调整好，调整好了之后的情况呢，它要移动。和他并肩工作的还有2位桥梁设计师，而他们3个人在30年前是桥梁专业的同班同学。这在中国西部桥梁建设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合作。而对于设计师李工来说，这座桥对他的意义更加重大。尽管是个高速公路桥，如果没有设置人行道，今后两边的居民以及游客，他们都无法进行沟通，到这个桥上欣赏这个美丽的河谷。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特别重视这个人行道的设计。我们把它当成一个除车辆交通以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通道在考虑。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在一座高等级高速公路上去修建人行通道，但李工坚持这个设计，并将它付诸实施。我们设置人行道，所以他会到这个桥上来通过。他们以前从来没有一个全新的视角看这个他们周围的环境，原来这么美丽。所以我就想，这样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让他们更喜欢自己的家乡，更喜欢家乡的生活。距离合拢还差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最后一片钢箱梁正准备从工厂运送出来。这就是龙江桥那个标准钢箱梁段，在这个山区做钢箱梁，实际上就不像那个大江大河上一样，在这个江上，它可以在工厂里面做好以后就直接使用到江面可以起吊，这个山区就没有这个桥线。钢箱梁在狭小的车间内被拼装完成，甚至转弯都需要特殊的设备。只短短100米的路程，工人们却小心翼翼地行走了40分钟。作为钢箱梁的合拢，最主要的就是整个施工过程中的监控和上加工吊装的精度。那么这一个从现在车辆的情况来看，是一个完全在可控之中，需要荡逸的间距比较小，给我们的吊装奠定了比较良好的基础。195吨重的钢箱梁在吊机的牵引下，缓慢向合拢口提升。工人们必须利用钢箱梁摆动中的1/10秒时间，快速将定位销穿入定位孔。最后一片钢箱梁顺利吊装完成，让7年的努力终于完美收官。它不仅贯通了158公里的宝腾高速，
让这里的人们能够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也让他们第一次从一个全新视角审视自己的美丽家园。